今天呢，我们继续宋庄的行程。那么现在我们来到这片区域呢，是位于宋庄的任庄村，这是另外一个艺术家的聚集地啊，比较远了，已经比较远，比小铺远了一点。但是这边呢，艺术家呢不是特别多，不是特别多，但是呢也有很多艺术家在这边创作。这边比较多的呢，还是一些油画店比较多啊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一片呢，这边就是跟村子是分开的，这一片大概都是画家的工作室啊，艺术空间。然后我们这面呢，大家可以看这个围挡啊，后边呢以前也是很多工作室，但是后来被强拆了啊。这边可能也是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也会消失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先来到这儿，去看一位青年艺术家，也是我不太认识这位老师啊，李老师是我一个，他也不太认识，对，是鲁美的我一个朋友介绍过来的。所以今天咱去看看他的创作状态，聊一聊他们这种当代艺术家的这种创作的环境。好，走吧。市场这2年，艺术品市场确实是不太景气，所以有很多艺术家都已经离开了宋庄，离开了这边房租也比较贵嘛。都是自己建的吗？都是村民自己建的吗？这边都是艺术家自己建的。艺术家自己建的。对，所以他不是手续不是很完善，不是很合法。哦。所以他现在面临强拆的问题。Hello， 李老师。好了，幸会。李老师啊，大家认识一下，李老师。青年油画艺术也不是光画油画的，也有水彩啊，是吧？水粉都有创作。好，这位就是我们今天要见的李老师啊。现在还是在韩国在学习，是吧？对，读书。哦，学习的也是油画专业。对，他们那边叫西洋画。西洋画，其实不光是油画啊。对，我觉得他这个用词其实挺好的，因为咱呢中国呀，他把一些国版油雕分得很细，在西方呢或者在国外呢，尤其是我现在在韩国读这书，他呢。在绘画学院呢，它分2大类，一个是东洋画，一个叫西洋画。这西洋画呢，其实范畴就挺大的。那比如说水彩，它也是西洋画当中一个门类，油画也可以，但是中国分的就非常细。那东洋呢？中国是属于东洋。东洋画呢，它可能还是针对的就是这个咱中国的传统的中国画、书法，是这个。哦，书法也属于东洋画。对，东洋画里面的一个门类，就是其实咱中国的话，那个诗书画印也都算是一体。李老师是哪年来的？宋庄？08年。08年，12年了。你一来就在任庄吗？还是？没有，我最开始在小铺，然后在工厂路，搬到任庄这面有个5年吧，5、6年吧。自从被这个国画侵占了之后，是吧？渐退守到任庄。这个谈不上，是咱呢，我觉得也是综合考虑。这边安静一点。对，安静。这边你看，画油画还比较多，这边好像都是比较搞当代创作的多一些。从小铺，你像工厂路现在哪有几个画油画的？这边还有一个光州美术馆，是跟那个宋庄这边合作的，它有很多韩国的艺术家会前面定期来到这边来做交换啊，学习。他们好像在798还是哪个？最早是在黑桥。黑桥对，黑桥我见过这个，因为很多年以前。最早。现在就在旁边。现在就搬到这面了。所以说，如果说咱扯得远一点吧，就是咱就拿这个韩国这个驻留馆咱聊天哈，我觉得这个它还是有点政府和国家的性质，因为你看咱们都算是同行呗，对，只是我们分工不同。但是你看中国的艺术家，尤其是青年艺术家，我觉得挺难的，
生存。因为在中国就是这个群体呢，他因为很多这个只有中国才有叫职业艺术家。因为我在国外呢也做了，因为我也总出国，然后有一些机会也接触到。在国外，可能每一个人身份都是那个兼并状态。比如说，可能我真就是卡车司机，或者说呢我是那个售后员，然后我还是艺术家。就中国吧，它特别单一化，我就是很纯，就是咱们了解的宋庄，好多真的是职业艺术家，所以说他们生存起来靠什么呢？那很简单，买画。谁买？你就中国是基数很大，然后呢，但是这艺术市场还是也就是所谓的改革开放，就是中国的当代艺术就是商业市场刚刚介入了，才有这些买卖，以前哪有买卖？所以说这个群体就是生存特别难。但是呢，光州这个群体呢，我就拿他那个当个案例来说，它是国家的，还不是国家，叫光州市政府的。然后呢，在中国呢设了这一个，是国家给他们每年会拨款。可能假如说一年拨100还是200，包括这个空间呢，然后呢是政府的，然后呢每年在中国和韩国，会筛选一些优秀的艺术家来驻留，然后呢他们政府呢会给他们钱。其实国外这种驻留机制是特别健康的，对，好多只有中国你看那工作室很大，国外其实工作室很小，然后好多艺术家是没有工作室的，靠什么？就主要靠申请驻留，然后呢给经费，然后给所谓的创作经费，给有一些生活经费，然后呢还有提供一些工作室，是这样式的，让他们把这个艺术的梦想啊，包括这种发展呢，让他们去落地，然后呢去从事，然后呢去影响以后。中国呢现在特别艰难。他们这个驻留也是达到艺术家一个群聚，然后互相交流的一个作用吗？还是有其他的考虑？这个可能还是细点呢，比如说，就拿韩国为例的话，他们或者说那个欧洲的话，他们好多财团、基金，就是比尔盖茨一样，是吧？咱们也都知道捐助吧。对，比如说我做慈善，那我做学校，那做艺术它也是他们慈善中的一部分。然后呢，还有很多人就本身就有这个情怀。然后呢，政府啊，我就再举个例子，就是韩国首尔，我去年去的时候，我也很在意这个东西。就是城市雕塑特别多。对。不夸张的情况下，可能是100米左右就会有一个雕塑。我看到过亨利·摩尔的，对，我还看过，就是有几个是这个在韩国也很优秀的雕塑艺术家，他那个艺术是跟这个社会也好啊，包括周围的建筑，它是合体的。我就开一个特别不小的玩笑呢，你说咱中国，我们所谓的咱叫转盘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咱立一个大桃，完了我立一个平五了。所以说特别搞笑，那个你说是没有艺术性吗？完了话还不少花钱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也是一个政府啊，一个社会的一个引导。然后呢，你看包括艺术家这块呢，他们生活就没有这么累。尤其是宋庄艺术家，客观说，我觉得真的挺不容易，因为好多他是靠艺术生存嘛，买卖，其实挺难的一个事情。就是外面呢，就是看着我感觉就是那个墙内开花，就那种状态。其实，您现在市场怎么样？市场，我吧还凑合吧，因为因为我也有工作然后可能在生活成本这块可能还好一点，然后从销售这块可能也是运气比较好，我觉得这么多年可能作品也能卖一些我觉得就是运气的成分挺大，所以说在生活上呢，我觉得还凑合。但是我们不是那种满于现状的人，因为尤其是这个行当吧，我打个比方，就是这个艺术家挣钱的方式呢，特别像炒股和买彩票，他不是你天天中奖，你知道吗？凭运气。这个呢，你就是股票其实也有运气好多有一些计算的方式，然后呢有一些经验，然后有一些自己的一些判断。艺术也一样啊，对不对？但是所以说这个行当嘛，就是挣快钱的，你要想天天挣钱，挣不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你这种期待和，尤其是接下来现在发生这个疫情也好，包括这个国内国外的经济也好，因为艺术我觉得是一个最底层的一个消费，只有你就在所有的物质和精神都满足了之后，我才会买艺术品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
我们私下也在开玩笑说，今年明年的艺术品市场应该是很惨淡。然后呢，所以说我们这种压力呢，咱们就都来了，咱们这个从业者们都来了，是不是？我看您很多那个材料啊，都是国外进口的。这个疫情对您这个创作的一些原料的供应会有影响？这个还好，这个还好，这个还好，因为我也是也总出去嘛。我转了一圈之后，我就发现呢，只有中国的画材店拿获了全世界的画材。比较全。咱不打广告啊，咱就比如说那个望京那儿有一家店，你要去过你就知道，全世界的材料都有，想要啥都有，什么都有。我去德国的时候，去那个莱比锡，他那个号称也是很大的，我去了，回来一看，咱中还不如望京，所以这个是不担心，这个画材这块也不担心。然后呢，我们为啥都又不用一些进口的东西？其实，也算一些经历吧，因为你好，反正我有一个自己总结一个一句话，就是钱贵的就是最好的，尤其在材料上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当你不明白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就买最好的东西。但是这个就量力而行，我也是量力而行，根据自己的能力去买，尽量买好的东西。好东西好在哪儿呢？那咱们都只明白，对不对？你要同样一碗饭，为什么这家卖5块，这家卖30一碗？那肯定好吃。对不对？衣服呢，这家卖300，这家卖3000，那3000的肯定在质量上，在这个设计上肯定要好一些。同理，就是你画材一定要用好东西，你手感也不一样，保存也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呢，你这个画的时候那种状态也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得用好的东西。李老师最近创作的都是什么主题的一些作品？我这半年吧，因为从去年12月份到现在，真是半年过去了。因为我前2天我自己发朋友圈，我也写了一些东西还。因为过去这个几年呢，我吧可能确实有点时间呢，因为咱们到这个状态、这个年龄嘛，可能东奔西跑的，可能会有一个事儿。这半年是难得的，我又捋了一下，最近这4、5年难得的在工作室里待满了每个月的31天，差不多，包括过年。所以说这段画的作品呢，可能在这个思路啊，在这个线索上啊，我觉得自己慢慢又开始进入一种研究状态了。在风格上呢，可能还是把去年的东西可能更加给它细化了。在形式上，在材料上啊，可能我觉得还是没有太想明白，但是一直在想，一直在画。油画我也不是特别了解，我觉得。咱通过的比如当代艺术啊，当代油画艺术算是，那比如你这个派的话，他按怎么去画别你这个作品？你自认为呢？你这什么派啊？所以说你这个你委外吗？不是你这个问题，夸一给之后，就相当于我就咱也是比较熟，我就开玩笑哈，我就没法答你的问题，就相当于那个老师，你帮我看看这个画值100万，就没法聊这天儿，因为这个流派吧。咱们可以这么就简单聊一下，就画油画，然后呢，要是你画的是啥呀？可以这么聊，就是如果说你要说归到一个什么主义流派吧，我觉得也没有啊，我自己也没考虑过。反正我给我写文章的老师也没告诉我是哪个流派的，还没有定论是吧？是我咱还得探讨，没法下定论，是吧？就不归于以前可以认证的那些什么意象派。或者说我写实，对，是吧？那我那个如果说也可以界定几个词，哈，比如说从油画这块吧，有写实，有具象，有抽象。那我这个呢就偏具象一点。把这个名词解释一下啊，抽象的可能还是对一些形、颜色，可能没有这个界定性，知道吧？它可能更注重这种随意性的东西对。然后呢，它就没有形和没边缘线吧。没有这个主观的这个偶然的东西，对这个客观色彩全是主观的东西。写实呢，那个很容易理解，就是逼真呗，像画的像。写实呢还分照相写实和那个具象写实，很多也分，但是整体来说写实呢就是像。像冷就是那种就超写实。对，就超写实了。对，然后呢还有具象呢，具象正好介于这个抽象和这个写实之间，它还是个什么东西？对，然后呢？一看就是个人，那说明这是具象的。对，它还不是特别像。然后你要说它抽象吗？它还有形，
有那个偏具象。所以说用老百姓的话，我们把这3个词就解释了一下，就是。我觉得，所以说艺术家是这个社会不可或缺的一个职业，一个人士。对。因为我也还有说，就比如说科技啊，可以改变人的生活质量和物质，对不对？因为科技发达的话，人可能在改变。但是我觉得，人除了吃喝物质这块，还有一个精神，精神靠什么？只能靠艺术家。就是艺术家丰满的是人的灵魂，科技呢是让人提高的生活质量，所以说不可或。展览没少做，李老师这个展览每年基本上都在10个以上，尤其是16年，差不多。这2年全世界各地的展览都很富有，法国、德国、中国、卢森堡啊，这个卢森堡也做过一次啊。那是联展，这回前2天做的是个展。前2天就在卢森堡做的个展。据说怎么样？挺惨。哎呀，就是开个小玩笑嘛，就是当时这个事儿呢是，哎呀，过完年，年前呢，其实去年年底的时候就定了这个展览了。定了展览之后呢，也是迟迟，因为我们艺术家都会有一个计划嘛，是吧？为明年要做什么？其实今年的计划也有一些，所以说也不想做太多的事情，精力也有限。然后呢，这个展览就是没怎么太想做。然后这个疫情啊，咱们中国1月23号那个武汉一封城，我就是可能做了一个小预判呢。当时就觉得中国的上半年呢，你要是一封城，你别说艺术了，什么行业都报废，然后呢也开不了门就完了。对，我就觉得上半年的中国应该是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，啊，然后呢，从这个宣传呢，还是说展览呢，还是说如果是还有销售，对吧？咱们得活着，是几乎等于废了。所以说呢，这个事儿呢，又跟卢森堡那边又及时沟通，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事儿吧又提上日程了。因为当时中国就是疫情是一个主要区域嘛，国外还是很健康的，这些问题，我现在也挺好，我把这事儿就推进了一下。然后呢，因为这时间很赶了，然后作品呢还得需要运输嘛，因为毕竟是有这个距离嘛。那个时候呢，从国内运作品运不出去了，一个是时间不赶趟了，二的话就是不好运，就跟当年就是那个阶段的时候，你出国和从国外回来都不容易嘛。那个时候就是问题来了之后，既然美术馆那面呢，机构这边呢，我们都把这事敲定了，这个事所有东西都发生的都很意外，但是我们得解决问题，没办法呢，我就从法国呀，我还有一个合作的画廊，从那个画廊呢又借了一些作品，然后呢又从巴黎那边借了一些作品，凑了将近有个20-30张吧，但是都很经典，我觉得都不错的，因为我们艺术家做活动还是因为你得呈现嘛，有宣传嘛，所以拿自己好还得拿好东西，不能对付。对，所以说我又借了这么多作品，然后呢，我又从中国呢用这个就是那个顺丰啊，我又邮寄了一些小的纸本，因为这个还是比较方便还快，这个当时没问题，因为大作品大箱子啊，因为顺丰也知道好多都回不来嘛，就是那个时候已经不行了，所以说我又从中国邮过去点纸本作品，然后呢从法国那边又借了一些作品。你们这儿快拆了呗？对面我还拆了一片都拆了。对，对面从那个有个规划，就要变成湿地公园，然后湿地公园，那村子呢？村子也拆了。对啊，现在我们这个叫仁庄，然后那个小杨各庄，还有北四，可能都在这个规划范围之内，可能也是这个城市副中心3-5年的有个计划呗，早晚的事儿。到时候湿地会怎么会放水吗？这块？这个咱不懂，这不相当于一个这个太学术，大型的行为艺术吗？政府规划的。所以说这工作室去年呢，我们还是有供暖的。去年年底的时候，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把这个去年的事，把这个供暖给掐了。所以说呢，今年的就是2019年那个冬天呢，今年2010年初啊，我们是没有供暖的这个区域。现在好像挺多艺术家都是在那个燕郊居住，而且在创作也好像工作室也在那儿。哎呀，艺术家我觉得他是一个流亡者，他或者也是一个打工者，打工给谁打工呢？就给这些开发商啊，把这个或者说的可能直观一点的，他就是一个垫脚石吧，把这个抬高了，然后呢，艺术家你就赶紧走了。现在全国人民都给开发商打工，这个不稀奇。没辙呀，因为你物价高了，生活成本高了，那你自然是走呗。为啥说我们都知道，为什么燕郊现在好多搞艺术的，
是因为燕郊比这边便宜，是不是？比较很客观直观的，客观很客观。客观的。你要说宋庄还是那个8,000块钱，大家何必呢？对吧？是不是从生活上也是啊？就包括像结婚有小孩，然后包括上学什么各种问题，在燕郊比较好解决。所以说我们这个年代呢，就是打个很像我们现在已经人到中年了，啊，40上下了开始都，基本的也该结婚的都结了，不结的也估计可能也就不能结了，是吧？我们这个时候呢，叫上有老下有小，孩子呢，像我们一般搞艺术结婚都比较晚，所以说呢，这个阶段呢，孩子就涉及到上幼儿园、上小学的问题。那我们都是外地人，你在北京上不了啊，所以说也是被迫迁移的迁走了一些人。燕郊呢，因为画画嘛，还是在宋庄这种大工作室可能好一些。对。啊，但是燕郊呢可能楼房多一些，但是楼房多一些呢，有的居住可能舒服一些。所以说这个时候呢，个体和一个家庭我们就得抉择了。比如说，但是我们家庭可能要战胜个体，一个人的时候 OK 没问题，是吧？吃饱了不饿，3人你可得考虑到孩子，考虑到家庭环境和居住的问题。所以说可能也有这样的原因，有一些艺术家可能就会上楼了，啊，搬到更适合居住的地方。明白。是。那为什么创作就需要这种很高的，就一定要很高的空间吗？这个不是必须，不是必须啊，但是心情不一样。这个也肯定是有的，但是最主观的大陆画画，我觉得还是那话就是，你就别说你了，就别说我了，一300平方的和一50平方，你愿意住哪个？是不是一个道理啊？你还是舒服好啊，还是说心情啊，还是说适合？他你说历史上大画家哪有那么大画大画好多画家，都跌跌续续的。以前李可染、李拱常那些老画家们，那个年代就一间10几平米小屋，弄一说人也画了。为啥呀？那就说当时李可染和包括齐白石有他妈几个亿，我就不相信他不换大房子，是不是？你也一样，你有钱你干啥不换大房子，是吧？然后还有为啥说工作室吧？还有一些很客观的，就是画画吧，杂物多。杂物对，你说就是你说你就看出来，这看出来，扔到一个3室1厅、2室1厅的人别进去了，就都堆满了，而且比较费房啊，这画画是吧？脏啊，脏甩哪儿都是。对呀，好多，所以说吧，就是大工作室可能，尤其是现在当代艺术吧，可能大画特别多。比如说你看那些2米的框子，你这搬到楼房，你搬都搬不进去，是不是？就像这墙上的画摆在家里就显得太大了。所以说你看不了，你说现在就是咱正对面这人1米乘1米5的，你要放到你家里，一面墙没了，对，对吧？民宅里正常的常规民宅，对，你也没法画呀，咋画呀？你这过了节，过了疫情，不是过了节了，节都过完了，过了疫情你还得回去上学啊。对呀。完成博士学位继续。对，也可能直接就毕业。那你们上网课吗？不上吗？也是网课呀。也是网课。对呀，也上。完，我现在还在这面，也在大学里也当教书。教老师，这教学生。这几个来回跑。哎，那在韩国还好一点，那万一有个在什么美国、欧洲那边上学上网课，那可就费劲了。啊，早晚你这时间就麻烦了。就是。这个特殊时期嘛，不可抗拒力量，我们都得就还有几年适应。常规博士是3年，但是一般3年都毕业不了。就是你读几年了？我算就是没毕业了那个是吧？算疫情的话才1年。啊，我以为你已经3年了，还没毕业了。哎呀，这个可不能这么说，必须得毕业。行，时间不早了，咱撤吧。行，咱们在李老师这儿也了解了不少这个油画和当代艺术的一些东西。是，对。接下来我们还有，比如去到雕塑家里边，是吧？去做一些其他门类的艺术的，咱们多走访一些艺术家，然后大家呢也更能了解这个宋庄的艺术的一个现状。不同门类的、不同类型的。是。好，感谢刘老师。没事。那就这样。好嘞，好，行，拜拜。握手。其实不要握手。